好，我们来看看美中关系在拜习通话之后，接下来看到的是财政官员们在互相穿梭哦，是不是在财政经济议题上有一些沟通的突破口？但耶伦到中国大陆这次访问，被说现在有可能又被要突袭了吗？华为上次耶伦去的时候，他发表新机耶，让人家觉得他好像突然变成了华为的代言人。这次又不办发布会吗？陆媒铺华为的 P70可能又会像先锋计划这样，趁着耶伦访大陆的时候突然上市，要让耶伦成为最佳代言人。这样对不起，之前是雷蒙多访中国大陆的时候，让他很不开心嘛。那这一次是不是任正非又要出手了呢？那华为呢，靠着 Mate 60。展现的这个他自己可以研发出来的一种新机型跟晶片，挡不住的这个气势，所以呢，当时曾经有以遥遥领先作为口号啊，结果现在呢传出来媒体报道说，传出任正非禁止余承东再讲这个遥遥领先4个字，否则要罚1万块人民币啊！这个是当然也有否认了，意思就是说要低调一点，没有刻意要去激怒美国，或者是当时孟晚舟事件这种氛围，想要有更高的制高点吗？或更温和的态度来面对吗？但《环球时报》来看耶伦访华可就没有那么给他善意的评价了，因为他一下飞机就赶快去吃川菜啊！我看那个亮哥手上好多他吃的菜单啊，他只对吧？没错吧？川菜比较普通啊，普通。好，他主动提吃川菜的，要表现出亲民啊，跟当地民众在一起啊。结果仍然遭到中国官媒评论说假装的啦，要以信为本，希望在修复中美关系看到的是实际行动。那例如北大教授王勇直接讲得很直白说，其实这次访中目的是什么？拿贸易做幌子。指责中国所谓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其实重点在干嘛？希望中国加持美债，至少不要减持美债，因为马上美国要准备降息了，不是吗？已经连续17个月增持什么？中国大陆增持的是黄金储备，达到了7274万盎司，所以1月继续减持美债是186亿美元。这个时间点，重点在这里吗？欧洲呢？欧洲肖兹总理访问中国大陆。带着是12个企业，3个部长随行，展开了圆桌会谈跟习近平见面。那么在下周的访问团里面呢，有3位联邦部长被说很不寻常，是不是有一些可谈的议题在当中？尤其是商务部要举行德国的企业圆桌会谈，包括电动车、AI 这些领域的合作，是不是可以突破美国的围堵呢？那么瑞士新苏黎世报的报道分析认为，中国的禁令。美国的做法叫做简单粗暴，但是我们不应该变得比中国更中国。这个西方日常生活充斥着中国的科技产品，禁令不是正确的应对方式，代表的是欧洲的风向或调整策略吗？调整策略的还有阿根廷吗？阿根廷的总统米雷伊过去曾经怎么讲的？他说多次拒绝跟共产党往来。还严厉批评中共说，难道会跟刺客进行交易吗？甚至外交部长2个礼拜前才讲米雷伊政府不会鼓励企业跟中国做贸易，因为他们是非自由民主的国家。最新的消息出来了，他却说，阿根廷现在处于经济严重危机之下所以中阿的贸易关系没有一点改变，要坚持跟中国好好的合作。如果人们想跟中国做生意是 OK 的。没有要触及跟北京现有的180亿美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这恐怕是跟国内通膨达到276%这么高有关系，贫富差距逼得连阿根廷都这位狂人都改变态度了嘛亮哥，我们现在看看耶伦访中，如果华为这个时候又出新机，当然对他来讲压力就大啦。我觉得华为不会针对耶伦做这种动作啦。因为耶伦他是拜登政府最大的鸽派而且科技战或者对华为出手是商务部的事又不是财政部，所以那个雷蒙多本来就令大陆民众相当讨厌所以当然就刻意针对他所以我觉得耶伦不至于啦，我觉得华为不会做这个事啦，这个只是大家哭手好玩而已啦，猜测。对啦，因为而且耶伦好像今天就要见人行行长了嘛。那人行行长大概，我坦白讲，耶伦现在充其量也顶多只能够说
请中国不要再卖美债。你要叫人家买，你凭什么啊？对不对？好像要求人家，你顶多是拜托人家不要卖啊。那坦白说，美国如果下半年度有降息的机会，现在目前传出是1次或2次，那美债是会涨的哦。所以就财务的调度价值来说，事实上现在买美债是会涨，是会赚钱的啦啊。这个因为美国终于要降息了，对不对？那中国大陆在美国拼命升息的时候，你不赶快卖，那个时候买事实上是会亏钱的。结果去年美国升息的时候，中国大陆一直在买。对，这个蔡正元有算过，他说中国大陆亏了很大的钱啊。这个我们就不谈了啦。反正就是现在刚好是进入美债比较有可能被买的时候，因为要降息嘛啊。那除非是美国那个财政就是又进入不负责任的状态了，因为现在财政赤字高达34兆嘛，啊，那拜登是相当不负责任的总统啊，他明年美国的预算编了7.3兆，这是完全不负责任啊。美国的税入一年只有5兆，那以往大概都编到6.5兆。就已经赤字1.5了，你要给他编到7.3，你凭什么？你请问你的税入在哪里啊？哦，这个只有一种解释嘛，就是他还要印钞票嘛，不然怎样？还有就是那个美债的利息，他要开始还嘛，进入高利率的循环嘛，所以他可能明年1年就要还1兆。所以它7.3兆，事实上1兆就没了，光是利息啊，那这个就是美国的困境嘛，啊，就是你怎么去处理，也没有找到方法啊，除了割别人的韭菜之外，啊，那乌克兰战争让他割了欧洲的韭菜啊，接下来割不到别人的韭菜了，因为全世界最大的胖子，韭菜最多的就是中国啊，那美国目前看起来割不到啊，那至于这个肖兹啦，或者是瑞士的态度，你就看出来，美国要去宣传啊，什么产能过剩啊，大家联合来对抗中国出口啦，等等啊，这些说法并没有办法让欧洲人吞下去了。欧洲人坦白说，也在他事实上跟中国并不是处于第1名跟第2名这种霸权竞争的角色嘛，我何必跟着你美国玩这种游戏啊？所以坦白说啊，现在笨笨的在跟美国玩游戏的只有日本啊。那日本在未来也有那个中日韩峰会啊，我认为日本也会渐渐知道他自己的角色了。坦白说啊，那个是第1名的事了。美中要争霸，你们去争嘛啊。那以台湾来讲，台湾就不要介入了。介入你就倒大霉了，那尤其是你还想一面倒嘞，还以为你可以当人家的好棋嘞啊！我看会死更快了。事实上，欧洲国家大概很多都想透了啦，啊，连英国现在都在考虑要不要重新使用华为，啊，那你就不要讲欧陆国家了，所以我认为美国现在出了一大堆人去荷兰嘛，要逼阿斯麦尔。说你不可以提供中国大陆维修，这根本就违反经济合约啊！人家已经跟你买了，你说我不提供售后服务跟售后的维修，还有零组件，那全世界有这种生意吗？是流氓吗？你不就是流氓吗？结果你美国居然要荷兰的阿斯麦尔做这件事，真是岂有此理嘛！那如果有赔偿条款，美国要付吗？那个赔偿谁要付啊？对不对？你的想法跟我都一样啊，就是你这个就不正常的施压。你要阿斯麦尔未来不要卖 DUV， 这个说得过去，那了不起就未来不要再卖嘛。那可是已经卖的，你怎么可以叫人家不要提供维修呢？怎么会有人霸道到这种程度呢？你就知道美国是什么样的国家嘛。是，曹县长。如果我们现在看Foreign Affairs 或者 Foreign Policy 这两个期刊里面啊，在讨论欧洲的想法的时候，欧洲一直有一个疑惑，那个也就是刚刚
郑良老师讲的说，欧洲怎么想通的？因为北溪2号被炸之后，德国必须付出高昂的能源费用，然后结果德国变成去工业化，然后美国在干嘛？美国在再工业化，也就是我们之前看到在2月底的时候，美国的海军部部长竟然跑到韩国，跑到日本说，我们的军舰以后给你们修可不可以啊？他们用这种方法把维修的舰艇交给日本跟韩国，然后他们自己完全的专心在造舰上面，难道我们刚刚讲到的欧洲国家看不懂吗？当然他们看得懂啊。那其实啊，我们刚刚讲的也就是我最喜欢的这张照片啊，雷蒙多，看到没有？这玉渊谈天的照片，就是当初那个华为 Mate 60 Pro 照的就是这一张，是不是？它的画质很清楚，然后呢，因为这是记者在记者会的过程当中啊照下来的，它也可以防手震的，这些功能非常好。那但是呢，现在我们讲到说这个华为 P60 的手机，也就是刚刚讲到说它叫做鸿蒙春季发布会，它的那个 iOS 全部都要用鸿蒙系统。它用鸿蒙系统是什么？也就是我们前一段时间的讨论的 Delete A， 那个 A 就是 USA。 怎么说？也就是说以后的硬体它不让你用这个 Intel， 不让你用 Cisco， 那软体不让你用微软，然后所以我们在可预见的未来，就是无论是 Apple、Samsung 或者是 Sony 这一些卖手机的厂商都会在大陆跌一大跤。那至于说叶伦访问中国大陆啊，我们必须这样讲，他说中国就是产能过剩，中国其实对外输出不但对外输出，他还把所有东西打成白菜价。这个白菜价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也就是合理的盈余，而不是让厂商赚了超额的那个剩余，也就是我们一般讲到的合理的性价比。这个合理的性价比呢，也就是说不会带动中国大陆内部的物价的那个通膨，这个才是中国这些产业变成如此的真正的原因。明哥，现在在于美国对于中国的围堵，在晶片高科技的部分没有要松手的意思，而且还有更多加重力道。但现在的这个对话，包括了去访中，所要的是什么？看起来北大这个教授是符合逻辑。基本上就是这样，叶伦就是希望中国大陆在美债这边，你就算不要买，至少不要卖嘛，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嘛。那我也认为中国大陆很可能会买，因为现在买对他其实有利，所以他是有可能会买。所以叶伦可能会达成他部分的任务，我是觉得有机会。那这跟中国大陆对叶伦的观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那主要就是中国大陆站在自身的立场考量，我觉得他是有可能会去买的。那只是问题是，不管他买不买美债，中美之间这种对抗态势是不会停。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压制也一定会是一步一步进逼的，他绝对不会停下来的。不管未来11月之后是谁上来都是一样，因为这就是美国现在整个。他一定必须要去压制中国大陆成长，不然的话，他世界霸主的领先地位可能就会消失。那可是问题来了，美国的策略就是要求他所有的盟友全部跟他一起这样干，大家一起去围堵中国大陆。可是你有本钱这样干，你可以去割别人的韭菜，那这些韭菜就只能任人宰割吗？像德国去年好不容易终于赢了日本，变成世界第3大那个经济规模第3大国家，可是它那主要是汇率的影响。也不是它经济真的变比较好，实际上它的经济相比2022年还倒退了0.3，所以德国的经济状况现在是很不好，今年看起来也很不妙。那在这种状况下，那继续跟着你美国去跟中国大陆做这样的对抗，对德国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实在是，我觉得美国已经有点强人所难了。那肖兹其实他现在他这个位置恐怕看起来也是岌岌可危，所以他一定要在经济上赶快做一些动作。那所以你看，每一次肖兹一来大陆，就是一堆人跟着一起来，就是想要在中国大陆寻找商机嘛。这个对德国来讲，这是他们
整个德国未来的生死攸关的事情，他不可能就这样子跟着美国起舞了。所以我觉得像日本，因为日本整个国家就是被美国宰割，他没办法。那德国恐怕不会这么听话到这种地步哦。那可是你会发觉，现在欧洲开始有一些观点，就是认为说啊，我们自己在骂中国大陆什么这边什么补贴啊，或者是关税壁垒啊，结果我们自己做的比他更厉害，那这样是对的吗？那实际上，以欧洲现在的体制来讲，如果他们真的去把中国大陆相对便宜的东西全部都禁掉的话，那他们现在的消费者还活得下去吗？他们经济状况已经很不好了，差距又这么大，对，已经通膨已经很严重了。那如果再这样的话，不是加速自己的通膨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他们来讲，自己都是很大的挑战。美国的策略本身不会变，但他的盟友是不是会真的都这么听话？恐怕没有那么容易。接下来看看从交通意外看的是基础建设的竞争大赛哦。在美国佛州发生一个消息新闻是说，有一个行人啊要穿越铁轨的时候被 Brightline Line 这个列车高铁给撞死了，送医后宣告不治。因为这条铁路呢被说是一个致命的铁路，已经在9个礼拜之内造成9个人死亡。截至3月为止啊，这样的一条铁路，这个路线连续造成这么多人，至少10个人死亡，到底为什么呢？加上这一起的话，近几年来呢，总计超过100个人在铁路上被这个高铁撞死。出了什么事情？那为什么会这样？那当然 ，Santis 就是州长在规划说，接下来要不要扩建这个费用的时候，特别还把这个地方跳过了。他说呢，4月3号签署了相关法案，没有包括扩建这条铁路的资金，不会用纳税人的钱去做这件事情。被媒体形容说，难道是因为撞死太多人，所以让 Santis 有疑虑吗？那这样交通基础建设在竞争上，美国已经落后了一大截。光是经过多年延误才要推出的这个美铁啊。Amtrak 啊，在东北部推出了更快的列车，说起来却已经晚了3年，已经失败了13次。当然有很多发包啦，各种工程、各州的政策的问题，所以让这个新列车准备要试车，最高时速却只有160英里，比目前增速10英里而已啊。那还有影片展示说，美国最快火车全速出发。无与伦比，看看画面上就是画面上的这个画面，就是最快的美国的火车。可是，在 TikTok 秀出来这个火车呢，其实时速只有150英里，远远比不上真正的高铁，特别是中国。台湾的话200多公里，那据说最全速的话可以到300，所以这个所谓最高150公里就是最快了。那当然就有点尴尬啦，就被很多的媒体来批评说最高时速本来要盖的这个240公里，仅限于全程80.3公里。铁轨最现代化这一段，那其他地方呢？由于基础建设实在是太老化了，平均只能走110公里，所以从 Boston 到华盛顿大概这个439英里呢，要花7个小时。比广州到北京的旅程是1428英里哦，更多3倍以上的距离，只花7.5小时就可以抵达。这个是德国游客去分析坐高铁的经验，一比，当然会觉得美国的高铁发生了什么事啊？那中国大陆有一个最新的几内亚铁路，我们讨论过的就是3电工程啊，这是非洲首条要基于卫星定位跟北斗卫星合作的这样子一个基建工程。这个4月1号签订的这个铁路签约呢，包括了可以用卫星来做定位。所以中国高铁可以高速，加上北斗卫星的合作，变成是中国走出去国际基建市场的2张重要的名片。但我们看看波音怎么又出事情了？昨天我们新闻才说，前一天波音的引擎飞到半空中的时候，有一个引擎突然烧起来，吓坏了所有的机上的乘客。昨天又有一起737又出事，这个是西南航空的波音737-800型客机，飞到一半，看到画面上，哇，这个所谓的金属罩啊，引擎上面的金属罩，整个好像快要解体，被吹起来，像纸片一样的松脱在摆动，里面的涡轮就几乎像画面上看到的暴露在外面，这被乘客拍下来了，乘客拍下来吓坏了，他就坐在窗户旁边都感受上像引擎要爆炸一般的剧烈的晃动，哇！这想象如果是我们坐在旁边，应该都吓坏。怎么会一而再而三都是波音又来了？所以基础建设对美国来讲，看起来都是重大的一个转型的危机议题嘛。亮哥，这个
佛罗里达那个 Bright Line 它2017年开始营运，那到现在大概7年，死了98个人。那其实大部分都是自杀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美国人自杀就一定要去撞火车也太苦了吧？不知道啊，反正大部分都是自杀。大部分是自杀。对，大部分是自杀那他为什么会不容易赚钱呢？我跟你讲他只有7个站，总长378公里，比台湾还短这个最低票价是$79，2000多嘛，对不对？那个最高时速就是接近200公里，所以比实际开车只快30分钟。这个对美国人来讲，简直就是跟废物一样啊！我自己开车就好啦，因为你并没有快非常多啦，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它太贵。那如果坐头等舱的那个座位，甚至有高达$189，好贵就是这种状况啦那现在因为他要盖另外一个，因为我们知道像这种比较高速的铁路，基本上就是栅栏下来，你就是不能越过了。那美国就是很多人想要绕，然后要硬穿过那跟他比速度这我有什么办法？因为美国不常见不常见，所以大概就有人就在估，他可以比他更快穿过那还有另外就是他现在要加盖那个支线嘛，那个叫 Bright Line West 那个就是密闭的那个密闭的就很贵，因为那个地方刚好是佛罗里达比较没有人住的地方比较没有人住的地方。那这个地方估计盖起来，他们估计要25年才能还本，所以目前就是这个状况事实上，美国坦白讲，高铁除了那个最大人口城市的对接，你比较有可能赚钱之外，比如说上海、北京那其他就是要变成一个网这实际上跟捷运的逻辑是一样就是你要变成一个网的时候，那人流才会变多，足够便利才会有使用率高。事实上，中国高铁到现在还是赔钱的可是因为它带来的经济的利益很难估计了所以中国大陆还是觉得划算。因为它促进了物流方便、人流的方便那个总的效益已经出来了，因为它已经盖很久了它现在已经是其他国家的总和嘛，它现在已经做到8纵8横了，所以已经全世界没有这样的国家了，有这样的一个可以拉近城乡差对距方便的高铁的一个网络那美国现在才单独几条，你要赚钱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啦而且你要知道，美国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大陆没有的，就是土地的征收。土地的征收，那你也知道嘛，只要当地的议会介入，你不要以为美国人不会炒地皮这个是人性那还有这个设站的问题也是政治你看我们那个高捷不是那个桃捷你看盖了多少年？我们桃园机场捷运机捷总共盖了13年了，这么短一条机捷盖13年，太多的利益在当中。因为就设站的问题然后还有那个要经过哪里就有那个炒地皮的问题那中国大陆基本上是行政主导嘛，所以哪有这种问题所以为什么中国大陆可以很有效的来盖高铁？事实上，土地国有还有行政主导，这是2大关键那至于其他国家有土地征收问题，有议会政治力量介入问题，有联邦跟邦的利益问题，乱七八糟。我看美国大概是不太有救了，要学人家盖高铁，我看非常困难。因为他也想把基建工程拉回自己美国制造，但真的难度很高。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在几内亚跟中国大陆合作的这条铁路被关注，是因为它跟卫星做了结合，所以高铁快速加上了卫星的监控，可以快速的这个合作结合，成为一个招牌的亮点。
几内亚的这一个西芒杜铁矿啊，基本上来讲是被大家称之为王冠上的明珠啊，也就是它其实它的那个铁矿的本身啊，它的纯铁含铁量是非常高的。那但是呢，它一直有一个问题啊，也就是说啊，它缺乏基础建设。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几内亚它有港口，然后但是呢，它的铁矿呢是在内陆，它需要一个铁路，公路其实没有办法运这么大量的一个铁矿砂哦。那它需要这一个铁路呢，那这个铁路谁能做？当然就是基建狂魔中国大陆才有这个能力啊。然后我们讲到说，中国大陆为什么要支援这件事情呢？其实除了我们讲说它对于这些非洲的友邦的协助之外啊，那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什么重要的因素呢？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跟澳大利亚它的外交关系虽然在解冻啊，但是北京它坚定以及坚定的采取行动，也就是慢慢的减少对于澳洲铁矿的一个依赖啊，也就是下一次如果你那个澳大利亚再翻脸的时候，我不会让你卡脖子，我的铁矿砂可以从非洲西岸源源不断的送进来。这个也就是啊，我们讲到说，它需要这个铁，对于中国大陆或者是几内亚来讲，他们是双边都需要。那这个基建呢，到底有多么的复杂？因为它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一个路径上面啊，它一共呢，它要盖235座的一个桥梁，而且呢，它还有一个最长的隧道。其实那个隧道只比我们的雪隧短一点点，它有11公里啊。那也就是说，那如果我们来比对一下啊，它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它的矿场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这么原始？因为从来没有好好的开采过。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来，在基建的竞赛里头，其实美国现在产生了很大的挑战哦。从这几次做公共意外啊，或者是波音好了，都引起了大家很多疑虑啊。其实我说真的，光是看美国这个高铁它建构的方式，因为它不是用封闭式的这个路线哦，其实它的高铁不能再快，再快它就超级危险哦。因为那么快速它如果用时速200-300公里经过平面，你想想看那个平交道多可怕，那是多么恐怖的一个状况。我觉得它差不多这样就好了。因为实际上我认为美国如果想要去跟中国大陆比铁道建设这个，恐怕是比错方向。因为美国一开始就不是往这条路上走。它本来就着重在飞机，它是全世界飞机空运最发达的国家，所以它一开始走的路线就不是这样。它去跟中国大陆比铁道，我觉得它恐怕花几十年都没有办法追。其实对美国来讲，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不是高铁道，我认为应该是充电站，因为你未来新能源车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充电站不够怎么办？拜登之前也发下豪语啊，说要弄50万个充电站啊，就到现在弄了几个，就根本没几个欸。它这个速度已经严重落后，中国大陆听说充电站已经超过700万个，那你想想看，美国跟中国领土面积是差不多大的，那所以美国在这一方面落后多少？那如果他希望未来他们的新能源车能够更发达的话，你国家内部没有几个充电站，请问一下谁敢买？买了之后要去哪里充电？对啊，所以我觉得你基建不配合上来，中国大陆为什么新能源车卖得好？因为政府全力在配合，在到处帮他们建充电站啊。不过共和党州可能不让你弄。是啊，所以这就是美国自己要去克服的这个麻烦啊。因为我觉得新能源车恐怕比轨道建设对美国来讲更迫切。他如果没有搞好，可能就要完蛋。那至于说波音737，我必须讲，这个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因为它也不只是737出问题啊，它几乎全机种每一个都有问题。只是比较严重，一项是737，对，拔得头筹而已。出事的几率比较高了。是，所以这到底什么状况？我觉得波音他们都没有想过要停下来，整个好好重新整理一下自己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吗？
你看，我们不是讲1个礼拜、2个礼拜啊，我们已经讲了1、2年了，而且每天都有，对啊，几乎每个礼拜都有他的消息，都出各种奇奇怪怪的纰漏，全部都出来。生活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显修。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一起讨论国际、国内议题的来宾，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大家平安。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士小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520马上就要到了赖准总统准备上任，而这一次呢，美国是怎么样来因应？看看几个重要的发展或观察的指标。那么邱泰三对于马习可能要见面这件事情倒是相当低调，可是特别跳出来讲韩国瑜，他说韩国瑜啊发文称台湾地区发生地震灾情，他们用语不精准啊，特别酸他说，如果是我一定会讲中华民国台湾。真的吗？还是只讲台湾呢？或者是卓荣泰是不是？你看看我们前一节讨论到，连中央社都发了新闻说，非常有高的可能性接任阁揆这件事情，连中央社都发了的话，是不是卓荣泰以这过去民党的主席，现在也被点名，新任的行政院长有很大的几率是卓荣泰之外，副院长人选有谁？传出了林佳龙、郑丽君、罗文嘉3位，而顾立雄呢？这位国安高层被点名国防部长，文人部长接国防部嘛？相信我们大家曾经很多讨论过啊，军方的将领将军都说，哇，他已经 hold 不住所谓的军中的各种系统。但赖清德在不在乎，这才是重点啊！吴思瑶就说啊，未来那个人事部决定都是台湾派，被点名的都是一时之选。什么是台湾派？你说是台湾，你就是台湾；你说不是台湾，那你是什么？不知道。所以谁不是台湾派呢？那赖清德即将上任，美国怎么紧张法呢？在这个分析里面认为罗森伯格是早一步就来台湾表达立场的。拜习热线随后就登场，马上呢，大陆的快艇翻覆事件让美国有强烈的危机感，所以才会有近来动作频频，就是怕赖清德就任之后不可控啊，为美中拉锯战投下变数。要看看赖清德是不是个稳定的因素，现在是美方关注的焦点。当然，最近也传出来 AIT 的人选可能会有异动了好，那国军对于美军又要再加买 M1 战车这件事情，首批呢38辆都准备加购，这个是对于军购的108辆 M1A2T 战车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首批的38辆，今年底总算要抵台了。就是我们买都要提早预购嘛很久都不会来啊。那现在有一批要来了。那最新消息是，这一批战车都加购了美军由城镇作战防护需求所研发的各种套件，包括了塔顶要有这个车长的透明防护罩，机枪遥控站，所以做好打城镇战的准备了吗？还有，现在有3艘中共的海警船突然到了台湾东岸，那引起了这个我方海警来不及，措手不及，是这样形容的。那其实呢，这3艘被认为说，知情人士说是全程静默的方式，默默的高速航行到了我们的岸边。那经友军侦测到的电子讯号分析，友军不知道是谁研判是在帮解放军测试中国版星链的国网，提供火箭军未来精准打击的资讯，这也不无可能。但这样的动作是不是代表两人之间的关系在很多紧张的氛围里头也有一些较劲在当中？所以中美在南海交锋嘛，这2天我们大家看到，马上美日澳菲联合巡演就要来登场了。美方有意升级驻日的美军包括改革驻日的美军指挥系统，把官阶提升，将任命为4星的将领驻日，代表更可以直接指挥指控吗？指挥控制吗？那么日前驻日的美军呢，之前是总部位在夏威夷的美军印太司令部了那现在直接跟日本呢有一位4星的将领，就可以直接指挥下令了吗？或者是做出军事的研判吗？那岸田文雄当然今天出发到华府去了，接下来预计跟拜登见面之外，也要进行国会的演说。他在出发前接受 CNN 专访说，面对这个世界推向了历史性转折点的时候，将会使得日本改变防御的姿态，越来越严峻的安全挑战，日美同盟变得越来越重要。也就是说，从废除武装的这样的日本的状态，现在要有军事的各种的参与行动，
跟美国站在一起。美国的军官呢，在建议说要把每艘战舰都变成航母，这是来自于美国国家利益这个月刊的报道啊。那无人载具 AI 的时代，每艘战舰都可以为某一种类型的这个航母的形态来因应。那当然，一艘福特级的核动力航母就意味着省下了130亿的美元啊！如果每一艘战舰都可以像这个航母一样来运用的话，那就可以省一些。不过呢，空军却有一艘新锐的战机，这是在解放军的部分被观察到，有一场海上的防空考核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是来自于大陆微博上面讨论的很热烈的消息，说是空军出动最新型的战机，以模拟敌方空袭的方式对055大区进行各种的高强度打击啦、干扰啊等等的新战术，就使得这个055算是被认为很先进、很厉害的大区雷达系统一度陷入盲区，所以代表的这种多枚的模拟飞弹，使得防空系统在应对高速、高机动的情况之下，是可以被困住或被控制了的吗？那代表是所谓的考核成功了，所谓很虐的这种形容词吗？待会有我们的小舰长军事专家可以帮我们来分析。亮哥，我们先来看看哦，在现在各种人事的消息传出来的时候，这个时间点，美方关注的当然是到底台海能不能稳定呢？我觉得卓荣泰阻隔机会应该蛮高的啦，因为有好几个管道都传出是他阻隔啊。那比较不确定应该是副院长啊，还有国安会秘书长啊。事实上我是蛮难以想象总统没有用自己人当国安会秘书长哦，因为那个是总统要掌握第一手的情资嘛。通常国安局长跟国安会秘书长，就是还有那个总统府秘书长，这3个人啊，应该是对总统是最亲、最直接的啦啊。那国安会秘书长这个人是不容易找啦，这个我也知道啊。尤其是赖清德未来这4年可能碰到的军事的问题蛮多的哦。坦白讲，顾立雄他是很努力在接触军方啦，因为这方面他真的是一张白纸啊。可是毕竟他也经过2年多了嘛，所以现在军情方面他也认识不少人了啊。那我不知道赖清德把他换掉，他的适当的人选是谁啊？除了找军方现成的人之外啊，因为赖清德未来这4年其实军情很重要啊，因为很可能都会有随时有紧张的状况啦。这个我们讲白了，讲大白话了哈。比如说金门撞船，像现在人家也不认你的执法线，那可能很多，比如说接近澎湖啦，接近哪里的海域啊、空域啊等等啊。我认为军情对他真的蛮重要的啊，反而是国防部就是尊重专业了。事实上，我们过去国防部长、文人部长就是孙正，另外一个是蔡明宪嘛。事实上，历史证明很难进入状况，因为国防部真的太专业了啦，而且我讲白了啦，这个事实上在立法院待过国防外交委员会的人应该都了解我的意思啦，就是有关那个军品的采购啊，那还有军方个别问题的处理啦。你如果没有军队里面相当的人脉啦，你要从哪里切入你都不知道嘞，真的。这个真的难度很高，我说实在，你说你要找个文人啊，比如说顾立雄来接国防部，这个事实上对顾立雄来讲是降级了，因为国安会秘书长是院长级所以对这一点我是一直以为有点怪，因为我觉得国防部长的人选比较容易找，就尊重军方嘛，比如说如果是海军，那就是那几个嘛，那几个李仲威啊、李喜明啊、黄曙光啊都可以啊。那陆军那就邱国正留任。今天有一个报道说是海陆军各种军种在抢这个位置。不是啦，可是你要做决断啊，你不能够因为这样，所以你就找一个不是军方的人就这样接了啊。我认为顾立雄来接国防部长会比接国安会秘书长还要辛苦。因为国安会秘书长处理的层级是比较高的。它是战略性的问题。问题是继续留任国安会秘书长，赖清德会不放心？把那个就是他们相处的问题。事实上，你不要忘记了，上次台北市长选举的时候，就是姚文智跟柯文哲那一次，
那次新潮流是支持顾立雄，这样新潮流跟顾立雄是蛮熟的啊，而且我知道新潮流有几个人跟顾立雄是非常熟的，比如说段宜康啊，段宜康跟赖清德也很熟啊，所以我不认为会有沟通的问题了，那只是说。赖清德跟小英的问题了，我讲白了，是谁？我认为不是新潮流的问题，是赖清德会不会在意小英的问题，是这种问题的。那这个坦白讲是他们就赖跟小英的这个长期累积的，这个恩怨情仇嘛，就是有一些矛盾或者尴尬啊，那他会不会因为这样就比较不信任顾立雄，我就不知道了啊。因为国安会秘书长跟总统府秘书长一定要紧紧抓在手里的人，这个我想任何国家都是如此了。就像亮哥讲，重点是那他有没有其他国安人选嘛？比如说总统府秘书长，我可以理解他可能还是要用潘孟安，潘孟安跟他比较熟，这不是林佳龙，这个我可以理解。那所以才会传出说林佳龙有可能当副院长，是这样的传闻嘛？对，是林哥，那显然林佳龙前一役据说在向院长选举期间，为了要争取各种的可能性的运作，现在的院长大卫可能无望了吗？听说他还是蛮努力的，还弄了一个什么影音小组的，对啊，但是不知道这个努力有没有成果，这个我就不晓得了，因为现在看起来好像情况不是很妙。那我必须讲，就是恐怕赖清德要考量了，除了他自己亲疏，然后彼此之间信任感，他恐怕还要考虑美方的观感吧。对啊，所以我觉得他那个里头搞不好有一些跟国安啊、国防相关有一些东西，恐怕也不是赖清德一个人能够决定的，恐怕美方也要有很多的意见，特别是赖清德最近看起来又有点暴走，前2天讲那个什么重建国家，很久没公开谈话了。对啊，洗涤人心。是啊，我觉得这个如果我是美国人，我听起来大概头又开始痛了，不知道他到底脑袋在想什么。罗森伯格决定常驻台湾，不然一天到晚要来太累了，是吧？AIT 理事会以后天天在台湾开会了，所以我真的觉得赖清德如果持续这样下去的话，美国人大概插手的次数会越来越多，这个对他也不见得是好事。那 M1A2T 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为了打城镇战啊，如果不是为了打城镇战的话，我们其实在现阶段来说，国军最需要加强的是战车吗？当然不是啊，所以基本上你会想要补强战车，就表示准备要打城镇战，不然你弄战车干什么？我们其他海空的实力还欠缺很多嘞，为什么都不加，要去加战车？这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呢，这个新闻幕后我就觉得很诡异了，说3艘海警船冲到我们24海里线，我们措手不及。这3艘是快艇吗？是很小的船，这3艘都3、4千吨的海警船呢，这么大的船你看都看不见啊？不会吧？我们的雷达在干什么？人家冲到你24海里你才发现啊，这还得了？24海里，他马上就要冲到你岸边了。那请问一下，这么长一段距离，我们到底在干嘛？我们平常不是说解放军的所有动态我们完全监控吗？那请问一下，这是怎么掌控的？他今天是海警船，如果他是战舰呢？又不是无人机飞那么快，对不对？对啊，这船能跑到20海里是多快的速度啊？也不过几十公里的时速而已。这讲了一步，好像他们，这又不是什么逆中构型的船，它就是一般的海警船而已。你们为什么雷达会看不见？为什么会措手不及？我真的觉得匪夷所思哦。这个人家去做什么实验，去配合他们的战术，去做各种测试，这是一定会去做的。可是问题是，我们的防备已经疏忽到这么严重的地步了，要到人家接近到你24海里，你才发现，这个我觉得是非常严重的。那至于说什么以后每一艘船都要变成航母，那是讲的比较夸张啊。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说，以后要配合无人机作战。基本上这个是全世界的趋势啊，以后这些所有的船都会搭载无人机，因为价钱便宜嘛，又可以执行多种任务嘛，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我们国军要赶快跟上啊，不然我们真的落后世界太多了。小舰长，当然这2天就有持续的两边都有阵营在军演当中。是的哦，刚刚讲到说，055万吨驱逐舰啊，它在防空测考的时候被很虐。什么是很虐？很虐，其实它就是饱和攻击啊。简单的来讲，而且是那个从空中、水面以及水下的目标
也就是多重目标出现的时候，那个就是很虐。为什么？因为你一个TAO 啊，就是你一个作战管制官，你要负责你要看这么多的目标来进行管制，然后来那个依据战斗系统的排序啊，来决定优先的攻击顺序，那真的是很虐啊。其实我们台湾海军啊，也做这样的训练了。那万吨驱逐舰这个055啊，其实它最为人所不知的，也就是前面以及后面的这两个阵列啊。那前面这个阵列呢，其实依我的研判啊，以及所获得的论文的资料呢，它应该也就是高功率微波，这是这个部分。后面呢，也就是米波雷达。解放军从开始做052C 这一型的驱逐舰开始啊，它都一直有米波雷达，不可能到了055没有，而是因为它的构型改了，你看不出来。我们刚刚讲的有关于说这一个高功率微波嘞，其实就长得像这个样子，那只是它收进它的那个垂直的壁板里面，那这个是美军的构型啊。那至于说我们说万吨驱逐舰，它后面的这个，其实它用的就是米波雷达，而且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个那个 JY26的这一种米波雷达，事实上来讲，它是对折运输的，对折运输的这个尺寸塞进055刚刚好，所以它就是米波雷达。那至于说啊，我们刚刚那个韩明哥讲的说，这个怪怪的，的确是怪怪的。为什么？就是海警船跑到这么近，你不可能不知道，海警船根本不需要测试什么国位。如果讲国位的人其实很外行。为什么这么说？其实我们来看这个指挥体系啊，也就是无论是中国海警，或者是解放军，甚至武警，它都是中央军委指挥的。那他在中央军委的指挥之下，他用什么可以指挥呢？我们这样讲啊，在2021年的3月175编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无论是报章杂志或者是我上节目，我都有讲过，他访问的军官的胸标有火箭军的，你有想过吗？海军编队出去怎么会有火箭军的胸标？除了火箭军的胸标之外，还有战略支援部队的胸标，然后他有带的是那个071的综合登陆舰，那个是什么？他用综合登陆舰来模拟航空母舰，他早就已经做好这一种越过台湾的这一个通讯，或者是我们讲的 command and control， 根本不需要国位就已经可以达成了。这个用旧技术就可以了，不用一天到晚放新名词，觉得好像高大上，其实正好凸显了你不懂。